欢迎收听。我们拿到了你发来的这份关于2026年生肖运势的详细资料。今天啊，咱们就来帮你深入聊聊这里面的门道。2026年是丙午马年，这个一听就感觉挺有气势的。没错，火气很旺的一年。对，我们的任务呢，就是帮你梳理一下，在这么强的火能量下面，哪些生肖是坐上了顺风车，哪些呢又可能需要系好安全带。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份帮你提前绘制的年度战略地图吧。战略地图这个词儿用得好，很贴切。在我们一个一个生肖聊之前，得先弄明白资料里老师提的2个关键词啊，不然你可能会听得有点懵。第一个叫犯太岁啊，这个我熟，一听就感觉有点麻烦，对吧？其实它是个总称，资料里分成了好几种，比如直接对着干的冲，还有暗地里使绊子的害，还有就是跟自己过不去的刑。这么复杂。总的来说，它就代表着在这一年你可能会遇到更多的变化、挑战和不确定性。明白了，就是不小心就进入了困难模式。那另一个关键词肯定就是好消息了吧？对，另一个就是它的反面合太岁。合太岁，这个就好比你在玩一个团队游戏，然后2026年的年度 MVP， 也就是太岁马，是你的铁哥们。哦，有人罩着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他会给你支持，给你机会，帮你吸引来能帮你的人，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贵人。明白了。所以你只要理解了犯太岁是挑战，合太岁是机会，拿住这2把钥匙，就能打开后面所有生肖的运势大门了。好，那我们干脆就先苦后甜吧。行，先从那些需要打起精神、系好安全带的生肖开始，看看资料里都给出了哪些预警。这个顺序很好。先了解哪里可能有坑，才能更好的规划路线嘛。排在第一个的就是生肖鼠。资料里我注意到他用了严重这个词来形容，是的，说鼠在2026年是冲太岁，具体解释是子午相冲，好像是水和火的正面硬刚，这听起来动静不小啊。动静确实不小。冲这个字，你可以想象成2股能量迎面相撞，所以它带来的变化往往是突发的、剧烈的，让人有点措手不及那种吗？完全正确。资料里也举了例子，比如工作上突然就想裸辞了，或者生活地点有个大变动，人际关系也可能出现剧烈冲突。哇，所以他特别提醒你，像换工作、创业、大额投资这种影响深远的大事儿，一定要冷静，三思而后行。资料里甚至还标了时间点啊。对，他还贴心地标出了2个重点月份，公历的6月和12月，说这是冲击能量最强的时候。听起来像是生活要被按上一个随机播放键了。但我就好奇，这种冲就一定是坏事儿吗？你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。这正是这份资料里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。冲的本质其实是变革的驱动力，它逼着你离开舒适区，所以它不完全是负面的。这份资料好像在暗示2026年对属鼠的人来说，与其说是运势不好，不如说是一场大型的压力测试。压力测试，它考验的不是你能不能躲开变化，而是你面对突发状况的应变能力和智慧，这才是你需要提前准备的真正技能。原来是这个逻辑。另外这种冲击还会带来桃花，但质量参差不齐，可能是正缘，也可能让你头疼的烂桃花，需要你擦亮眼睛了。明白了，重点不是躲避，是学会冲浪。那我们再来看生肖牛，资料上写的是亥太岁，这个亥字听着就有点阴险。没错，如果说鼠遇到的冲是迎面而来的一记重拳，那牛遇到的亥更像是背后的一根针。它不是正面的冲突，而是那种隐蔽的慢性的消耗。
资料里描述的亥太岁，感觉就像是你的车在缓慢漏气。漏气？对，不是那种砰一声的爆胎，你甚至都感觉不到。但一天天过去，车就是越开越费劲，问题越积越多。这个比喻太形象了，所以具体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呢？比如说，资料里提到要提防小人是非，也就是背后有人说坏话或者给你穿小鞋。处理合同文件要格外留心，免得掉进细节陷阱里。健康上也容易出现一些就是查不出大毛病，但总觉得不舒服的慢性问题。我明白了。所以他提醒你，2026年要经常检查胎压，也就是那些平时容易忽略的人际关系细节和健康小信号。有意思的是，资料也说牛这一年有桃花。对，但是这种桃花很容易伴随着麻烦和纠缠，这也完全符合亥的特质。哇，接下来这个可太有意思了。2026年是马年，按理说属马的应该是主角吧？没错。但我看资料上说，生肖马既是值太岁，就是我们常说的本命年，同时又构成了刑太岁。等一下，这听起来太矛盾了，自己当主角怎么还跟自己过不去了？你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，也就是属马在2026年最核心的一个矛盾。关键就在于自刑这两个字。自刑。值太岁确实是站在舞台中央，能量很强，但自刑的意思是这些强大的能量没有向外抒发，反而在内部打架。资料里描述它会导致纠结、反复、迟缓、自我折磨与消耗。所以最大的敌人其实是自己。完全正确。外部环境可能没什么大事，但内心戏会特别多。内耗。就是内耗，容易情绪化，钻牛角尖儿，因为一点小事就烦躁不安。所以资料给你的建议核心就一个字：稳。稳住。对，避免冲动决策，别自己给自己加戏。同时，这种内在的火气儿也容易影响健康，特别是情绪和心脑血管方面。可以说，2026年对属马的人来说，最大的修行就是学会与自己和解。听起来属牛、马这几个生肖，明年得打起12分精神了。不过，资料里应该不是全是坏消息吧？那肯定。有没有哪些生肖像是拿到了 VIP 通行证，可以一路绿灯？当然有。说完了需要谨慎迎接的，咱们就来看看那些合太岁的幸运儿，他们就像是搭上了年度的能量快车。好，资料里是把虎、羊、狗这3个生肖放在了一起，因为它们都和太岁马形成了非常和谐的合局。这就意味着能得到很多支持，贵人运特别强。对，你抓住了合作这个关键词。但资料里其实还有一层更有趣的含义。是什么？它不只是说你要主动去找人合作，更是在暗示机会会通过人来主动找你。是机会来找我。对，所以关键不是盲目社交，而是要有意识地出现在对的圈子里。这3个生肖因为合的方式不同，侧重点也稍有区别。具体有什么不一样？你看，虎和马是寅午合，能量非常强劲，所以资料建议属虎的要大胆创新，充分展示才华，很容易得到上级或者行业大佬的赏识。而狗和马构成了3合局的一部分，更侧重于团队协作和专业能力的体现，所以建议属狗的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深耕，能做出亮眼的成绩。那羊呢？羊和马是五位合，这种合带有很强的亲和力，所以资料建议属羊的要积极拓展人脉，你遇到的人很可能就是你的贵人。这么说来，虽然都是好运，但发力点完全不同。是的，而且资料还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。什么？命中喜火之人好运更强。这就说明，虽然大环境给了你一张好牌，但最终能打出多好的效果，还是跟你自身的牌局有关。这很公平。接下来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生肖猪，
资料里用了一个词叫暗合，对，听起来就有点神秘。暗合的迷人之处就在于它的隐蔽性，你得到的好处和帮助可能不是那种锣鼓喧天、人尽皆知，在暗处帮忙。对，它更像是有人在幕后默默地帮你铺路，或者在不公开的场合给了你一个关键的资源。资料里特别提到了财富方面，说有机会获得暗财。暗财听起来像是意外之财。可以这么理解，这种暗财就像是你去年冬天塞在旧大衣口袋里忘了的100块钱，天冷了再穿时突然找到了。哈哈，这个比喻好。它不是你工资单上明确的收入，而是一些意想不到的收益。所以资料提醒你，在2026年要多翻翻你的旧口袋，也就是那些你平时不太关注的资源和人脉，说不定就有惊喜。我记住了。所以我们有需要踩刹车的，也有可以踩油门的。那剩下的几个生肖呢？他们是处在中间地带吗？可以这么说。剩下的这几个生肖，他们在2026年的图景就更复杂，机遇和挑战是同时存在的，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儿。没错，如何放大好的一面，规避坏的一面，就是他们的主要课题。我们先看生肖兔，资料里给出了关键词非常亮眼，叫天喜桃花年。是的，这听起来简直是喜事连连啊！确实是这样。天喜是一颗主导婚嫁生育的大吉星，所以资料说这一年对属兔的你来说，特别适合处理这些人生大事。而且这种好人缘不只体现在感情上，对于从事传播、娱乐、销售这类需要观众缘和客户缘的行业，也会有非常大的加持，容易吸引粉丝和客户。听起来太棒了。但这枚硬币的另一面是什么呢？另一面是兔和马之间存在一种相破的关系。相破？这个破的能量不像冲那么猛烈，它更像是小麻烦、小干扰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你正在策划一场盛大而美妙的婚礼，这是天喜桃花。但你总是在为请柬用什么字体、餐巾选什么颜色这种小事烦心和争吵，这就是相破。我懂了。所以这里的关键是抓住天喜带来的主要好运，别让那些琐碎的破事影响了整体的积极心态。明白了，别为小事抓狂，要着眼于大局。接下来是龙和蛇，他们的情况也很有趣。资料说，龙是火生土，能得到太岁的生福和助力，而蛇本身就属火，又遇到了火年，是火势汇聚。这两种火的助力有什么不同吗？这是个很好的问题。龙是被生助，就像有人在身后轻轻推你一把，给你能量。所以资料建议，这一年很适合学习、进修、吸收新知识，多接触别人的力量。而蛇呢？蛇是能量的汇合，更像是你自己的队伍里加入了更多猛将，力量变得空前强大。所以资料给蛇的关键词是合作与竞争并存。明白了，因为人脉资源爆棚，既能找到强大的合作伙伴，也可能面临更激烈的竞争。所以龙是借力，蛇是合力。说得好，但对蛇来说还要个提醒。火的能量太强，就像炉火烧得太旺，一方面能做很多事，另外一方面也容易让人情绪急躁上火。容易上。对，所以资料特别提醒属蛇的你，要关注心脑血管的健康，尤其是在火最旺的夏天，要学会给自己降降温。好，最后我们来看看猴和鸡。猴的五行属金，流年是火，所以是火克金。一听到克这个字，感觉就不太好。通常是这样，但资料提供了一个更积极的视角。他把这种克比作是在健身房里举铁。举铁？对，压力很大，过程很痛苦，但只要你扛过去了，你的肌肉，也就是能力和意志力，就会得到实实在在的增长。所以这既是压力和挑战，也是锻炼和突破的机遇。关键看你能不能顶住。原来是压力变动力。那鸡呢？
资料说鸡也是桃花年，但这种桃花后面跟着2个字破耗，这又是什么意思？如果说兔的桃花是纯粹的喜悦，那鸡的桃花就带了账单，还要付钱的。哈哈，差不多这个意思。这种桃花确实能带来旺盛的人缘，但很可能伴随着大量的开销和精力的消耗。比如你可能需要不断请客吃饭来维系关系，或者陷入一些带有利益交换甚至情感纠葛的复杂关系里。它就像一种社交能量税，你人气很高，但为此付出的成本也不低。明白了。所以资料给猴的建议是减尺，而给鸡的建议是谨慎，要学会选和平衡，避免不必要的损耗。这么一圈听下来，我明白了，这份资料描绘的2026丙午马年，确实是一个能量非常强劲、充满动感的年份。非常动感。对鼠、马、牛来说，课题是如何在风浪中稳住夺盘；对虎、羊、狗、猪来说，关键是怎样借着东风扬起帆。而剩下的生肖呢，则是在顺风和逆风交织的激流中寻找自己的横线。这个总结非常到位。最后还需要提醒你的是，我们今天聊的都是基于生肖的宏观解读，对，大方向。对，资料本身也强调，每个人的具体情况，也就是所谓的命局，千差万别，会带来很大的不同。所以这份写的真正价值，不在于给你一个100%精准的预测，那在于什么呢？而在于帮助你理解2026这一年的能量特质。它就像一份天气预报，告诉你可能会下雨，但最终是否带伞、走哪条路，还是由你自己决定。说得真好。其实聊完所有生肖，我发现有一个主题在反复出现，就是关系。无论是鼠的冲动桃花，兔的天喜桃花，羊的贵人相助，还是鸡的桃花破耗，几乎都指向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。确实，这让我不禁在想一个问题啊，在2026这个能量奔腾的年份，除了我们总盯着的事业和财运，我们最需要用心经营和学习的，会不会其实就是我们与他人的连接方式？这个问题就留给你慢慢思考了。